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我是雨桐。近日有3則消息連續出現，這3條消息加在一起，能夠讓我們想象到中國大陸未來的走向。而第一條消息與人們普遍關心的出國有關。一位網友在 X 平台上爆出猛料，他說，在公安工作的同學告訴我，超級管控月底開始，中國大陸境內會封禁所有非法 VPN， 是所有。第一步先禁止 VPN 翻牆出國，下一步就是禁止絕大多數人肉身出國。就這麼一則簡簡單單的帖子，連個圖也沒有，竟然在短短時間內獲得70多萬人次的閱讀，可想而知，人們普遍被震驚了。評論區裡出現了幾種不同的聲音，有人質問說，怎麼隔一段時間都有這個消息呢？你這個同學靠不靠譜啊？帖主回復說，絕對靠譜，我高中同學現在在 GA 部。很明顯，他說的 GA 部就是公安部。還有人說，公安同學，這消息是親口說的嗎？呵呵，後半句是真敢編呢。封 VPN 我都信了，肉身出國都來了，故事線挺完整啊。帖主回復，親口說的，我高中同學。還有一些人則完全不能相信，比如有人說，除非把國外伺服器都禁了，只要國外 IP 都屏蔽，不然技術上就無法實現，買一台香港伺服器照樣暢遊全世界。也有人說，封 VPN 是自找死路，外貿和觀光旅遊都毀了，不會再有外企和外國人進中國。你這消息比公園下棋大爺的消息還不靠譜，最好能邏輯閉環。我們產業園裡有300多家跨境電商都在翻牆做外貿，有些做得好的公司直接有專線的。這樣的規模的產業園，我們集團有7個。按照你的邏輯，下個月看來這些店鋪要全部關門了，我們要重新招租了。不過，有的網友對這條消息表示不同程度的相信。例如有人說，VPN 禁估計沒可能，任何技術都有邊界，不是萬能的。公安更知道，我小舅就是部裡退的。禁肉身倒是可能，畢竟一個人瘋球了，幹啥都不出奇。當然，他說的這個瘋了的人，指的就是習近平。還有人認為，封鎖越來越嚴了，能出去的都出去了，這可能是最後的窗口期了。而帖主只對此回復了3個字：聰明人。好，這是最近出現的第一條消息，咱們先把它放一下，來看看第2條消息。您會發現，這第2條消息不僅與第1條有着某種聯繫，而且更是讓人細思極恐。這看上去似乎是在搞笑。一個打扮滑稽的大哥向鏡頭展示着一本發黃的小冊子。他說，我手裡拿的這本證啊，很少人見過，很少人知道，這是個啥嘞？這個是65年呢，60年前的一個探親證明，說白了就是走親戚證。說到這裡，估計很多人第一次聽說這個名詞，什麼探親還要證明，走親戚還需要拿什麼走親戚證？別急，剛才不是很多人對第1條消息表示質疑嗎？那意思根本不可能閉關鎖國。請注意，這個走親戚證不是指你到國外走親戚，而是指的中國國內。比如說你是山東人，你要想去北京走親戚，你要想去上海走親戚，沒有這個共產黨給你開的證明，你根本寸步難行。怎麼樣？這個比閉關鎖國是不是更加不可思議？咱們來聽聽這個大哥接下來怎麼說。他說，下面我給大家看這個詳細內容。他把鏡頭翻過來，對準了這個小本本的證明，上面赫然寫着4個字：探親假證。發證單位是鞍山鋼鐵公司煉鋼廠，時間是1965年。1965是哪一年？很多朋友可能一下子想起來了，今年是2026。這個小本本就是在61年前發生的事情。中國人講60年一輪回，聽到這裡，您是不是有一種汗毛倒豎的感覺？共產黨這是真的要倒退回60年前嗎？別急，習近平和共產黨是真有這個打算，但是老天爺不讓他。咱們今天的老百姓也不是60年前的那樣了。後面我們會講為什麼這麼說。共產黨現在這麼幹就是自尋死路。
大哥繼續介紹這個探親假證，翻開封面，裡面寫的探親地址既不是美國，也不是日本，而是黑龍江的呼蘭縣。探親往返的時間一共才6天，加上什麼12天的探親假，一共是18天。後面是歷年的探親假記錄，從1960年開始，每年都有。大哥在視頻裡念叨說，探個親還得丟個底，老鐵們，探個親為啥還得有個探親假證呢？上面一直列到了1971年，也就是說，在至少長達11年的時間裡，這個證明的持有人每年到呼蘭縣或者什麼地方的探親，都必須要經過共產黨的同意才能被允許。您說和第一條消息相比，這個是不是更加讓人不可思議，更加讓人難以理解？但是它卻是千真萬確發生過的事實。這位大哥展示的探親證引發更多人的共鳴，有人在評論區貼出另一種證明，這是一張廣西省南寧市的臨時外出證明，時間是1974年12月，內容是南寧市石香榮因探視臨時外出到山東省，有效期到1975年12月，發證單位是南寧市的民政局。還有人曬出中共使用過的介紹信，看了上面這個證那個證，您會有什麼感覺？這哪裡是什麼探親證明、臨時外出證明？整個中國大陸在中共治下，活生生就是一個大監獄，而且大監獄裡還分成一個個小監獄，從這個小監獄離開到另外一個小監獄，竟然還要什麼臨時證明？在 X 平台上，網友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說，那時出遠門乘火車和住旅店必須持有單位介紹信，介紹信相當於今天的身份證，否則會被當作無業遊民或者敌特，結局就是進收容所。70年代的時候，我們的老家鄉下農民想要進縣城，還要請假，還要到大隊去開介紹信，這充分證明了所謂的公社社員無非就是奴隸。80年代去小縣城住宿，縣城的旅館還要求出示介紹信，那時候回趟家還得單位批條，真是計劃經濟的時代印記。在那個時代，工人不僅是生產單元，其生活資源、糧油供應、住房、醫療、養老和人口流動、戶籍、探親、出差均由單位全權負責。沒有單位出具的證明或介紹信，個人在社會上幾乎寸步難行。夫妻分居兩地，每年探親假總共12天，工作30年，夫妻總共團聚360天，這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政權。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不調動工作或離婚？要知道，那時一般有正式工作的人的結婚，在某種程度上需要領導批准，工作兩地調動是非常困難的。而離婚則是難上加難。人們气憤表示，夠恐怖的，不知那個年代的人怎麼熬過來的。是非就是要限制人口流动，要不怎麼饑荒死了那麼多人？已經倒退回20年前了，再倒退回1965很奇怪嗎？習包子就是要把韭菜的所有活動都管起來，把商鞅那點東西理解透徹運用到極致的，不就是中共嗎？好，網友們說到商鞅，現在第3條消息還就是與這個商鞅有關。大家猜猜發生了什麼？中共堂而皇之地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商鞅法治思想研究會，這一下要命的真的來了。就是在今年7月下旬，共產黨的法院成立了這個所謂的商鞅法治思想研究中心。這條消息的可怕程度，甚至比上面2條更加讓人恐怖。中共喉舌宣布，陝西法學會這個受陝西省委政法委領導的政務號，在7月30日發布消息，說西北大學法學院、商洛市法學會與商洛市商州區法院聯合成立了全國法院系統首家商鞅法治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還說，該研究中心組織幹警撰寫商鞅賦能基層治理論文，並獲省級獎項，還收集了古今中外研究商鞅的古典及書籍158冊，供基層法官幹警研讀交流。裡面有句話大家可能沒聽清，組織幹警商鞅賦能基層治理論文。這句話翻譯成人話，就是用商鞅的辦法來對付底層老百姓。估計朋友們都要瞪大了眼睛，共產黨真的這麼連遮掩也不遮掩了嗎？公開拿商鞅的愚民武術來對付老百姓，
這一下，中國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共產黨信奉的馬列主義、無神論、唯物論，再加上這個商鞅的育民武術，也就是所謂的愚民、弱民、疲民、辱民、平民。現在人們明白了，為什麼中國的老百姓這麼窮、這麼難，完全就是共產黨和習近平幹的。有人看到這裡可能還不相信，說是不是有點小題大做？這也不是習近平讓成立的。其實，假如您一直關注我們的頻道，就知道幾年前我們就一直在向大家發出提醒。遠的不說，2019年10月31日，習近平在中共19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議上引用的第一句古文是“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猜猜這是誰的話？這句話就來自商鞅的《商君書》。《商君書》被許多學者稱之為邪書，他極端主張削弱人民，強調君主集權，而歷史對於商鞅的評價就是嚴刑峻法，就是刻薄寡恩。這不就是在說今天的中共和習近平嗎？習近平引用《商君書》的這篇講話，標題叫做所謂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用《商君書》來對付老百姓。好了，看完這幾條消息，相信大家都看清楚了。這個網友的公安部朋友的消息，估計是8、9不離10。中共正在急速地倒退到60年前，為了他所謂的政權穩定，習近平和中共要把中國徹底恢復成60年的這座大監獄。那麼，習近平和共產黨能做到嗎？讓我們來看看最近發生的2件事。一件是河南西平的夏富剛，他最後雖然被抓住了，但是中國民眾在此期間所表現出的廣泛的同情和對中共暴政的共同抵制，顯示出的極大的民意。正是因為這樣，夏富剛在面對成千上萬中共打手，天上地上不顧一切的地毯式搜捕，竟然連撐10天。中國的民意在此期間起了極大的支持作用。再來說天意，讓我們來看看北京現在發生了什麼。颱風白海豚橫渡大半個太平洋，長途奔襲7200公里，這個雲系高達80萬平方公里，直徑1100公里，相當於13個浙江省面積的超級巨無霸，閃開日本和台灣，直撲北京。8月7日，白海豚還未到，整個北京城已經陷入天地一片蒼茫的暴雨之中，大樹被連根拔起，在狂風暴雨的怒號聲中，許多人心底可能都閃過一句話：天滅中共。最後的結局真的要來了。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歡迎您訂閱這個頻道。我們的節目每周一和周五固定播出。如果您喜歡這個節目，請幫我們點個讚。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感謝您的收看，讓我們下一次節目再見。